再见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回四太子，这个宋人暗书密信，私通敌军，被属下抓获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密信，证据在此，你不必多言。既然你们还是把我当作俘虏，那为什么不把我和那些俘虏关在一起呢？我宇文虚中根本不需要施舍怜悯。这里是我金乌珠的军营，我想把你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。如果有一天想把你丢出去喂豺狼，也就恕我一句话。宇文虚中，你的命是在大宋丢的，是四太子救了你的命，给你衣服穿，给你食物吃。难道你们这些宋人不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吗？国在家在，国破家亡。我宇文虚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那这又是什么？我不过是家中有些事务放心不下。自家魂反大造，为是念家母孤苦伶仃，又有许多书画古器。军师啊，看来这位先生只是惦记着家中的书画古器罢了。哼，迂腐！连命都没了，还惦记这些东西？这正是你们金人和我们宋人之间的区别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深思有名，自家魂反大造，别无牵挂，唯是念家母孤苦伶仃。家中还有许多书画古卷，万不得已，先弃辎重物事，其次弃衣被，再弃书册卷轴，最后弃古器。若是遭逢虏人，不得逃脱，须抱古器自尽，宁死不可受辱。元圣皇帝当年不听劝言，不能深训社稷，便免不得受辱。此可谓大宋臣子的至戒。好，好一个深训社稷！军师，从今日起，给我天天派人看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不得受辱。遵命。太子，为什么对这个宋服如此关心？哼，南朝有句话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它可以让我更了解宋人的文化。
奸臣贼子，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来替天行道！昏君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苗父，刘知燕，你们夜闯朕的寝宫，该当何罪？皇上还是不要妄动的好。你们这算什么？算什么君臣之道？你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讨燕云、赢二胜，如今只知道逃跑，这又算什么君臣之道？朕怎么想，其实你们这些人能够了解的，是吗？啊，这叫骄兵之计。你一代将军，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哼，相信你这些鬼话的，只有康吕和王渊。如今他们已经人头落地了，你是不是要跟臣子们说句真话，说句良心话？真话，良心话。过河，过河。记得吗？有个叫岳飞的，恭恭敬敬地给你上折子，要你下旨过河赢二胜。可是你还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还让他卸甲归田了。赵构，你就别妄想了，我们俩可不是岳飞，我们俩是不来则已。既然来了，就跟你表个明白。听咱的，什么都好说；不听咱的，就让你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不让你石头缝里栽花，坐这赔本生意。你这当皇帝的，只知道白天吃喝拉撒，夜里抱着光屁股的女人睡觉。你知道这宫里的文文武武、老老少少，有多少是要你送去凌迟3日的混账东西？你听着，今天晚上面对面跟你说话的，不是我刘正彦和苗父，而是20万精兵，数百员猛将。只是你的眼睛里只看得见女人，却看不见杀机。皇上，你们要干嘛？放开他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写下罪己诏，废帝退位，朝廷立你的小儿子登基，由孟太后垂帘听政。就这么多？就这么多还不够吗？朕自即位以来，所为不至，遭强敌欺掠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朕不忍生灵涂炭，逊位以告天下。望宋京自此休兵，不再兵戎相见。夫人，夫人，外面有大批的官兵冲进来了。他们是来干嘛的？请韩夫人跟我们走一趟。你给我滚过来！滚过来！哎，来喝！
韩夫人到。走开！韩夫人，今日真是多有得罪啊！韩大人一直是我等武将心中敬仰的前辈。这几日京城会有些动荡，我们是担心韩府遭贼人攻击，所以特请韩夫人到宫内来避一避。两位大人的一番心意，梁红玉先代将军谢过了。啊，既然韩夫人不怪罪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来人，替韩夫人安顿一下。是。慢，刘大人，我有一事要与你商议。啊，韩夫人请说。自康王继位以来，虽然时时高呼要北伐，却始终没有付诸于行。朝廷内的事，韩将军也多次与我提起。他常年南征北战，麾下众将领奋勇杀敌，不畏死伤，求的就是为宋朝夺回失土。可是朝廷却屡屡托辞，不肯动兵，这怎能不叫人心寒呢？韩夫人所言真是句句道出我们武将的心事啊！近年来，我身居京城，对康王重用宦臣一事也有所耳闻。听闻他昏庸无能，不理朝政，百姓都对他怨声载道。追黄河一事，更是让民怨四起。今日，两位大人的所作所为，在我梁红玉眼中，乃是一大义举，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啊！韩夫人果然是深明大义。实不相瞒，韩将军其实也早有反应，只是苦无机会。两位如果愿意让我带信给他，他应该会追随两位。韩夫人所言正合我们心意。但这路途遥远，夫人不如先将孩子放到我们这儿，我们会派专人照顾的。我也不想幼儿随我舟车劳顿，然而小儿尚年幼，还未断奶，留在这里让两位大人照顾，恐怕不大方便。两位若是怕我路途奔波，大可派人与我同去。好，韩夫人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。来人，备马，护送韩夫人去秀州。是。为何停车？夫人，走，驾！夫人稍等，将军马上就到。夫人，将军，你这次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京城出大事了！苗夫与刘正言带领手下叛变，深夜入宫，软禁了皇上，强行要他下诏让位。皇上可还安好？人在何处？听宫里的内线说，皇上暂押大牢。
来人呐，在。放信鸽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出事了！这是韩将军所发的飞鸽传书。苗刘二人兵变，还软禁了皇上。此二人一直主张抗金，对这次朝廷难逃非常的不满。此番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，想必也是被逼急了。再急也不能胡来，这么做是会误己、误君、误天下的。来人，在，把王贵、牛皋、杨再兴叫到前庭议事。是。大哥，韩将军已经决定带兵去临安勤王，还号召各地的守军支援。我们去还是不去啊？杜帅，韩世忠传信给了各路将士，号召秦王。现在各路将军纷纷响应，那我们什么纷纷响应？除了刘光世去了临安，其他人等都是嘴上热闹，根本没见什么动向。那杜帅的意思是等，大家都在等，我们也别着急呀。临安的局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要不我们也学别人，表面响应韩世忠的秦王号召，但实际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演戏就要真演，不可全军出动，也不可不派一兵一卒。我准备派出一队人马投石问路。如果韩世忠、刘光世赢了的话，那我们便是秦王的功臣；如果苗父刘正彦赢了，我就接受着右丞相之职。还是杜帅英明，这样既是两全之策。但不知杜帅派哪位将领前去临安啊？报！禀告将军，岳飞求见。快有请。是。岳飞参见杜帅。哎，免礼免礼，看坐。谢杜帅。临安之危，想必杜帅已经知晓。我已经收到韩将军的书信了，不知杜帅作何打算？皇上有难，做臣子的自当火速前往救驾。不过，临安固然紧要，汴京已经归了金人，这健康城形势也非常紧张啊。如果我们大举进犯，敌人就会兴兵南下，敌邦外患不可不防，萧墙之祸不能不除啊！如果杜帅信得过岳飞，就请杜帅准许岳飞率本部人马前往临安勤王。岳将军，秦王是要紧的事，杜帅本该亲自领兵前往临安，但眼下这形势不容杜帅亲自动身啊。若是皇上日后问起杜帅为何不亲自领兵前往，但不知岳将军将如何回答？
岳飞是杜帅的手下，岳飞前往临安勤王，等同于是杜帅前往临安勤王。杜帅虽身位在临安，却无时无刻不忧心皇上的安危啊。你能明白我的苦心，实为难得呀。这样，你就带本帅前去秦王。末将遵命。等等，火速回营点兵，马上出发。是。此次临安之行，免不了要兵戎相见。你看你刚生了孩子，又日夜赶路，身体还未恢复，我看不如留下来休息调养吧。贵人，你应该明白，越是危险，我就越是应该陪着你。论武功，论谋略，这两个人都不是我对手，所以说，娘子你不用担心。再说，咱们现在已经有了燕儿。将军，燕儿若是明白这前因后果，相信她不会责怪我的。更何况，我与将军还要一起白头偕老呢。我随你一起去，相信他们不会有戒心的。好，咱们俩一起去。来，吃饭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，身体要紧，你还是吃一点吧。朕一直在想，二圣在北方，实属不易。朕也在思量，老百姓终日流离失所，朝不保夕，动荡无主。朕当初要当这个皇帝，就是想改变这个时局。可眼下的情形，真是有心无力。皇上只要能等，能忍，终有一天，你会完成你自己的理想。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，还望你行个方便。我想见见皇上，啊。那边。好，你可快点，时间不多啊。多谢多谢。皇上，我是秦桧呀。秦桧，皇上，受苦了，皇上。秦桧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皇上，微臣罪该万死，我竟然没有早一点识破苗刘二人的伎俩。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自责了。朕问你，这几日朝堂上可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，这几日没有上朝，说是元佑太后她不愿意垂帘听政。还有啊，韩将军已经传信给各地的守军，不日就会带大兵来京城秦王。韩世忠，微臣特来给皇上报信，就是希望皇上在这里能够放宽心，暂时忍耐几日。这几个逆贼不会嚣张太久的。
也许我也有做错的地方。皇上，如果有做错的地方，那就是你过于信任武将。自我大宋开朝以来，一向都是重文轻武。若是那些武将一旦谋反，比起文官来，可危险得多。金大人，时间不多了。哦，我知道。皇上，微臣这里面有一些银两，啊，给，你守着，需要的时候用啊。金大人，好，快点吧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微臣告退。亲爱卿，最后还是你最忠心。皇上保重，微臣告退。保重啊！保重。皇上，快点吃饭吧。京城的4个入口都有重兵把守，城外也有士兵驻扎。苗刘2人此次兵变部署周全，想必是计划已久。现在皇上还在宫内，所以我们此次行事一定要小心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岳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兄弟几个明日先做乔装打扮，然后再混入京城，你看如何？对，这样好过硬闯。我也正有此打算。岳大哥的那张脸啊，有多少人知道啊？恐怕光是乔装打扮不够吧？啊！我自有打算。东门的守将是苗父的家里人，颇有些本事。张宪，你去吧。得令。你要多少兵马？嗨，多少都可。越少越好，可否？单枪匹马也行啊。好，杨再兴在，你去打西门。是。牛皋，哎，南门归你了。太好了，俺老牛这些日子天天领兵马，憋坏了，正好活动筋骨啊。北门的守卫最严，人手最多。王贵、傅庆，在，你们俩给我去。诸位，明日黄昏，韩将军会亲自入宫，一旦确定了皇上的安全，他就会给我们信号，届时我们一起动手。明日之事，只许成，不许败；只许进，不许退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梁红玉已经去了5天了，怎么还是杳无音讯？莫非情况有变？各地都有人在秦王，甚至包括杜冲和张俊的部下，全都拒绝了咱们的册封。那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？只要康王还在咱们手里，不用怕。报！禀报将军，守军来报，韩世忠已回到皇城。见过2位将军。赐座，上酒。来，韩某先敬2位将军。
素闻韩将军是个爽快人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啊！二位有如此魄力，也让韩某十分佩服。实不相瞒，当今朝廷宦官与大臣勾结，武将血洒疆场，却要忍气吞声。说实话，韩某已经忍耐多时了。这么说，韩将军是支持新军的？当然，只是不知道新军对韩某可有加官进爵啊？有，当然有。只要韩将军愿意效力新军，高官厚禄都不在话下。更重要的是，北伐一事也会有个说法。那就太好了。不知二位打算对康王如何处置？那韩将军有什么建议啊？我大宋讲究君臣之道，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就这么一直把他关着，又没有合适的罪名，我看反而难以服众。呵呵，韩将军果然说的有道理啊！依韩某之见呢，不如封他一个王爷的爵位，把他贬到边疆去。既可以保存了名声，又可以无后顾之忧。二位觉得如何呀？韩将军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啊！在下佩服。明日我就让皇上下诏。我只是一个建议。来，喝酒。来。如果二位将军不介意的话，我有几句话想向康王交代一下。什么话？当年他重用宦臣，韩某直言相劝，却落了个险些罢官，这口气不出，义愤难平啊。这样看来，我也有话要说。来人，在。把康王带上来。是。哟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死到临头了还不忘风流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。把他带走。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安飞，快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走，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。皇上，皇上。哎呦，这不是康王来了吗？快，给康王看座。康王，你怎么不坐呀？啊？坐呀！来人，给康王倒酒。喝吧。喝！你倒是喝呀！康王，
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一个喜讯要告诉你。喜讯？对，我们要升你做王爷了。王爷？派你去岭南做王爷，有良田万顷，不但没有生命之忧，还有朝廷的赏赐可以拿呢。好啊，好啊。各位大人，今日喝得这么高兴畅快，真是难得。不如让我来为各位大人击鼓助兴，你们看可好？好，早就听说韩夫人是个击鼓的高手。既然韩夫人愿意赏脸，当然好了啊！好。
把这2个逆贼收入监牢，听候发落。皇上，苗刘2人大逆不道之举，罪不可赦。但念及其初衷是为了抗金大业，这也是大宋千万军民的共同心声，其行可诛，其心可量，还请皇上从轻发落。好啊，朕都听你的，把他们收监。皇上受惊，微臣罪过。参见皇上。诸位爱卿，不必拘礼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今日朕特别让御厨备下酒宴，这一方面是为诸位庆功，二来嘛，就是不想拘这些君臣之礼。你我君臣说一些交心的话，啊！谢皇上。韩世忠、岳飞，你2人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呐！若不是你们及时派兵秦王救驾，力斩逆贼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。2位爱卿忠勇可嘉，实为朕之左膀右臂。有你等忠臣，我大宋必胜。皇上过誉了。皇上，经过这几日折腾，龙体可安？朕只是受了些风寒，没什么的，过几日便好了。皇上，此次秦王救驾，臣听说韩夫人功劳不小，不在韩将军之下，可谓巾帼不让须眉，必传为佳话，是不是应予封赏？哦，韩大人，这位可是令夫人？回皇上，正是殿内。梁红玉拜见皇上。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此番你奋勇杀敌，舍身为国，不惧生死。好，梁红玉听封。朕让你擢升3等，封你为安国夫人。谢皇上隆恩。如今金人骑兵南下，建康就是他们必攻的地方。若建康一失，大宋难保啊！岳飞，你是员虎将，有你守在建康的话，朕会安心很多。皇上放心，末将誓死守卫建康。诸位爱卿，同心协力，保我大宋江山，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也算告慰困在金营的二弟。迎回汉圣，收复故土。岳飞，金人大军逼近建康，眼看就要危及江南，情势骇人。岳飞，如今建康防务乃朝廷第一要务，你的身上担子更加重了。韩将军亦如此。同为朝臣，理当尽心竭力，报效朝廷。说得好，你我2人均有军务在身，不便多叙，只盼着早日平定戡乱。
迎会2圣，到那时，你我兄弟再把酒言欢。你我同怀此情，共效家国。明日我们要去扬州，你我就此别往。将军一路保重，你也保重。梁红玉智勇双全，苗刘兵变之时，先智取苗刘，随后夜行300里到军中给韩世忠通风报信，又帮助韩世忠救了皇上，因为救驾有功，被封为安国夫人。梁红玉被册封之后，还是辅佐丈夫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，还不跪谢？还不跪谢？还不跪谢？跪谢！行，跪谢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跪谢！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还不跪谢？不必了。照他们俩的意思。现在是该气昂昂、雄赳赳地站在金銮宝殿之上，而不是可怜巴巴地站在这里。你们两个对皇上大不敬，是要摘脑瓜子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这2个人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摘脑袋。他们可是9头鸟转世，这脑袋是摘不完的。你两个呀，嘴里总是掰掰咧咧的。如今皇上就在眼前，想说什么赶紧说呀！今天你们2个必须跟朕说清楚，到底是谁让你们来废朕的地位？原来皇上还没有忘了这个朕字，而且越说越带劲儿了。大宋的子民虽然没有让你摘脑瓜子，但长的却是没有脑瓜子的命。你们2个不用再装了，这里可没有大将府的人。来，告诉朕，到底谁指使你们进来的？是韩世忠，还是杨遗嘱？是杜冲，还是张俊？谁都不是，是康吕，是王渊，一派胡言。他们俩可是天朝的2根龙柱，怎么会做这等事情？扬州撤退时，他们2人在江边征用民船300余艘，载运自己的家私及女眷，老百姓被推下水，成千上万，尸浮满江。天朝的龙柱，他就是干这种事情的吗？王渊不断给康吕送礼，康吕不断保举王渊升官，这2人上下其手，狼狈为奸。就是他俩的恶行，指使我俩起兵夺政，另立新帝的。老实点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此好的身手，全都用在了逃跑上，可笑！给人！
可笑的是，你们俩想让朕把你们一刀毙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朕要让你们尝尝一闯神功，雪花兵变，能吃示众的滋味。以上就是本座对敌我双方的分析。下面，听听岳将军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诸将都知道，建康府乃古来兵家必争之地。现今面对兵临城下的决战，各路京师悍将汇聚一处。今日守建康，10万人可行；他日夺建康，100万人莫办。所以今日之决战，只可赢，不可输；只可得，不可弃。他娃儿的不就是一死吗？俺老牛跟金兀术拼了！对，拼了！今人西路要取江西，东路要陷浙江而夺临安，东西交集，目的就是逼咱们的皇上出江漂海，流离失所，弄得军不像军，朝廷不整。金兀术阵中有谋，谋中有阵，的确是一位强敌。目前帅座耗费心力，布置周详，我军士气之盛，向所未有。只是末将听下来，大江北岸全然放空，马家渡一处毫无重兵防守，甚至把存在在长芦镇崇福禅院里的军需与粮食，一把大火烧个精光。万一金兀术突然袭击，强渡马家渡，对贵部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，其后果恐怕尚难预料。飞部自不量力，愿以5000人马请缨作战，固守马家渡。一则补充布防兵力之不足，再者支持预备部队之机动，如有险胜，尚可越江而北，驱贼出关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又来兴北伐营2声那一套了。马家渡地处天险，易守难攻。他四太子虽有谋略，断不可强行马家渡。我等在这里经营马家渡，完全是一部废棋。你就不要在马家渡的事上虚掷人力物力了。刚才你提到愿意预备部队支援各处，机动作战，在这一点上，本座已经有了安排。我已受命王谢部下13000人作为预备队，来支援各处的不利状态。你们2位将军早有交接，王谢干得了干不了，心里自然明白。在这一点上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难不成岳将军还要抢为兄这碗饭吃啊？眼下还有比吃饭更要紧的事情哦，就是辟谣。据说王将军的宝卷和家当都已经送到了福建。若是前线的将士有所耳闻，对作战的勇气和决心似有不当。
没想到岳将军除了勇气和决心之外，还有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。身在巩县，还能把为兄的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佩服，佩服呀！岳飞啊，你不要听信好事者的恶意挑唆。大战在即，不要伤了好兄弟之间的和气嘛。那我部既不能守马家渡，又不能冲预备队，明日当开拔返巩县去了。哎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千古之一，岂能少了你岳飞岳将军呢？啊！留守府备有盛宴，请大伙入席啊！大伙入席啊！督帅，请。西方部队在西北三角洲约14000余人，陈粹部队在西南一入天约17000余人，郭伟部队在油皮嘴约18000余人，刘京部队在王高屯约2万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至于王谢部队掌握了四方兵力，其位置在城中央，作为机动，全听杜充的命令调遣。至于岳飞嘛，也在积极准备，争取主动。他想让他的预备队变成主力，妄图在我军进兵的路上进行拦截。看来赵构是把大宋的精英都派上阵了。哼，大宋的精英，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就连大宋的皇帝都是孬种。哈密赤，你看这仗该如何打呀？敌人的部队现在处于建康府以及附近的山脉之中，而我军正处于敌军的正北方向。攻击区里有长江，有沙滩，有沼泽地，有高山丛林。本军攻击部队有骑兵72000人，步兵119000人。我预计打建康城这一战，应该打上4天5夜。我军伤亡的兵力应该占全军兵力的1/3。我们能使用的阵法有突破阵、四方分击阵，还有十面埋伏阵。当然了，最后还是要等四太子确定了攻击目标之后，我们再做定夺。这王高屯与三角洲之间加了一个马家渡。此处是急流与悬崖纵横交错之所，是罕见的天险。大宋认定咱们不会以马家渡为攻击目标。四太子，末将愿立下军令状，10个时辰之内强占马家渡。由马家渡上去，可能如入无人之境，本军全无伤亡，也可能遭遇伏击，伤亡可就不止1/3了。这可不是逞能的时候啊！四太子，自古沙场一局棋，末将就是这个走法。咱们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四太子，上马家渡是一个绝招，但也是一个险招。我认为攻建康城应该是智取，不应该是力取。如果我们要上马家渡的话，尸横遍野，堆积如山；但如果我们直接攻一柱天，反而会易如反掌。容我再想一想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
宇文虚中，四太子，一早就在这里躲清静，为什么不随我去打猎呢？臣没有这个兴致。太子，老师在流泪呢。汉人不是常说“自古男儿不流泪，只因未到伤心时”。看来老师的心里是有伤心的大事啊。老师，有什么心里话就说出来，也许能帮上你的忙。林妃说的是，有什么委屈就告诉我们。是不是詹寒又找你的麻烦了？多谢四太子，曲中一切甚好，只是刚刚听到灵妃唱的那首歌谣，一时心生感叹罢了。老师也听得懂我们女真的歌谣吗？灵妃唱的可是《等阿哥》那首歌吗？是的。这首歌曲律哀怨，叫人听起来倍添伤感。老师是在想念家中之人吗？10年生死期，生死两茫然。自我远到金地，家中音信全无。只是父母高堂，无人侍奉，不知生死。老师在家乡还有什么人吗？有没有相好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让太子给你接来便是。卑职身处连年战乱，一直四处颠沛流离，岂可能有心仪之人？我们女真的好女子多的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赏赐给你。为了这点小事，就在此抹眼泪，未免小题大做了吧？哎，老师，不许你取笑我老师。要是他走了，谁来教我汉文课呀？说的是啊，都是我不好。走，咱们去把他抓回来。老师，老师，太子，你信不信？我有本事让老师高兴起来。人说千金难买一笑，爱妃若博得那冥顽之人一笑，我会重重赏赐你。好啊，我就给你看看我的本事。
四太子不知从哪里搞来这么些个娘们儿，跳起舞来还是风骚的很呐。全是灵儿她搞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么个宝啊。看看韩将军吧，他的口水已经流到碗里去了。只怕还轮不上他。先生，我给你敬酒，你喝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快喝呀！是啊，宇文虚中，不喝我们女真女子的酒，可是要挨刀子的。先生，来。谢谢姑娘的好意。宇文虚中今天已经喝得很多了，再喝就醉了。先生，来喝酒吗？先生，先生。我看你不是不能喝酒，是看不起我们女真人。你们这些汉人，就是一身骚气，还嫌我们的女子。来人，把这个人给我拉下去！夏金乌，何必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？四太子，你为何要对他这么好？这不用你来操心。喝你的酒吧。宇文虚中，本王来看你了。太子，怎么，还在为昨晚的事生闷气啊？卑职不敢。哼，你看你那张脸，拉得那么长，你当我看不出你的心思？灵妃她也是一番好意，见你思家心切，寂寞难耐，就想把她的好姐妹送给你。你看那个小姑娘，多关心你呀！你倒好，把人家往旁边一推，真是大煞风景。哼！太子和灵妃的一番美意，在下心领了，只是我消受不起。你是不是不喜欢阿雅？我这里的女子多的是，任你挑选。你要是不喜欢我们女真的女人，我这里有汉族的贵妃，还有公主，你看上谁，偷偷告诉我就。汉族的女子，个个都有尊严的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把她们当作淫乐的工具。我宇文虚中不是什么圣人。但是祖宗的礼法、人伦道德，我时刻铭记在心，不敢逾越。哼，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。你们的皇帝3宫6院，有的女人一辈子守在深宫，也未能被临幸一次，谈什么人伦道德？狗屁！我不想和你争辩。反正我不要任何女子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做这样的安排。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，家中只有高堂老母，不知生死。既然不知生死，何必念念不忘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家乡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忘记过去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本王
不会亏待你的。谢四太子。四太子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，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那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。我一直觉得宇文虚中这个人城府太深。按照汉人的话来讲，是身在曹营，心在汉。他一直在替汉人说话，他明知道我们对健康志在必得，但是他还在私下里说什么不能轻举妄动，骄兵必败的理论。哼，怎么？你说他不愿意我们打过去？哼，这话我倒不敢说，我只不过觉得我们对这个宇文虚中一定要提防，毕竟他不是一个喝羊奶长大的人，跟我们还隔着一层肚皮呢。再凶猛危险的动物，这心也是热的。咱们真心对他，还怕他有异心？四太子说的有理，但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哎，好了，不管是金人还是汉人，只要我金兀术看得上的人，我就当他是兄弟。撤！果然是十里飘香啊！宇文虚中，我最佩服你们汉人的酿造之术，出神入化呀！来呀，今天咱们不醉不归。哈哈，既然四太子这么说了，那今天我们好好的喝一场。干！干！四太子，你这是？这正是四太子的高明之处，先生就不必过问了。哼，哈密赤，你明天就启程去健康，把我的好酒送给我的好朋友。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喝！当年，苗父刘正业以武力相逼，说朕来路不正，是个赝品皇帝。朕不计前嫌，还封他们做正副淮西制置使。但后来，他们还是苦苦相逼，朕不得已派兵围剿了他们，结果了他人的性命。如今此事仍历历在目，朕惴惴不安呐。皇上，
您受惊了。不过现在有韩世忠，还有杜充这些忠臣侍朝，皇上将无后顾之忧了。韩世忠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韩世忠和岳飞给朕上的奏折。朕刚刚给他们加官进爵，他们却处处不体恤朕的圣意，还掉过头来说朕不好。朕到底该如何去做，才能让他们满意？朕要怎样掏心掏肺，才能让他们臣服？请皇上息怒。那日，苗柳逆贼可以当着我的面砍了王渊、康吕的头颅，把朕赶出皇宫。难保那一天，韩世忠、岳飞会重蹈覆辙，令朕万劫不复。那日，苗柳逆贼可以当着我的面砍了王渊、康吕的头颅，把朕赶出皇宫。难保那一天，韩世忠、岳飞会重蹈覆辙，令朕万劫不复。祖宗教训历历在目，吾将败国呀！皇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苗刘之痛犹在眼前，韩世忠、柳光世、岳飞，他们这些重臣拥兵自重，朝野上下一呼百应，威望日益加重。如今就是皇上您，恐怕也是轻易动他们不得。放肆！别说是一介武将，朝中哪个奸臣，朕杀不得！皇上，
苗刘兵变之时，那韩世忠身先士卒，救皇上于危难。今人大兵压境，直逼建康，他们虎视眈眈要斩尽杀绝。现在我们大宋的根基已是摇摇欲坠，正是用人之际呀。所以于情于理都杀不得。难道朕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莽夫闯进朕的行宫，夺了朕的龙位，还断送了朕的江山吗？苗刘之患还在眼前，朕整日惶惶，不知如何自处。皇上稍安勿躁，这奏折不过是那些武将莽夫们的一时冲动，还没有形成什么气候，也还没有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嘛。起来说话。是。那以爱卿之见，该如何放还魏人啊？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俊等护驾有功，现如今又被皇上加封进爵，天下人无不赞扬圣上之伟德。这朝野之中，文臣武将，他们也看到了圣上的一番爱臣之心呢，所以他们不敢有所作为。不敢？韩世忠、岳飞连上20道奏折，20多道，这不是明摆着让朕难堪，让天下人看朕的笑话吗？智者贵在审时度势。韩世忠他们那些重臣并没有反心，还有他们能为社稷所用，还望皇上先留着他们吧。那不是养虎为患吗？皇上，战国时，赵国与燕国相争，燕国说客苏代曾经跟赵惠王说过一番话，就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故事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暗示惠王，若两国相持，以避大众，强秦必成得利之渔夫。惠王听完之后甚喜，不但不责罚于他，还立刻停止了与燕国的旷日之战。皇上，若想社稷无虞，就必须要做这个渔夫，撒下鱼饵，让那鹬蚌相互咬吃。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那皇上，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收起渔网了。亲爱卿，朕现在是内忧外患，在内那些个武将个个是深藏暗箭，在外军人对大宋又虎视眈眈。你倒是告诉朕，朕如何才可得一日的安宁啊？皇上，微臣倒有一策可解皇上之忧。快快讲来。答应金人和议之情，削去帝号，降为金人之藩属，如此才可求得自保。满朝文武都说你是金人的走狗，看来真是不假。皇上，皇上，这只不过是韬光养晦之计。如今天下未定，人心未服，与其做鱼死网破之争，为什么不做长久之计？当年汉高祖刘邦正是退居关中，才最终得到了天下的。此时的金人虽然猖獗，但
过个1年半载，到那时再演一出《霸王别姬》也未可知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请三思。臣告退。今皇子元帅，大宋皇帝致书元帅，前者前时奉书，想必已经呈上。未破之恳，恳请四太子今敏。督帅，岳飞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请到粮了吗？韩世忠没给他面子。这个岳飞叫他不识时务，这个闭门羹吃的正是时候。督帅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既然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了，我们不要坐以待毙，要学会未雨绸缪，给自己也留条后路啊！是，督帅交办，我自有安排。韩密赤今日到了健康，你去和他见一面。见面之后，你告诉他健康城的形势，以及我们的心思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去吧。是。皇上和杜帅都盼望着朗朗乾坤，一片太平，大金和大宋百年修好为宜呀！好说好说。还有一样，今后我们都是自家人了，你那些金银之物，我们受之有愧呀。嗨，王将军客气了。王将军现在是杜帅眼前的红人，你一个人说一句话，顶得上别人说10句话。军师言重了。眼下我们都是各自为主子效命，干得好升官得势，干不好这肩膀上的脑袋不定哪天就搬了家呀。唉，众人只知道我们眼前的好，谁知道我们背地里的苦啊。王将军说得好啊，所以我们早该联合起来，为主子把这些事情办好。来。杜帅和司太子商量的事情没有什么变化吧？一切遵从旨意，任由贵军自马家渡攻城，一切关隘全部设防。哼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司太子已经决定去攻夷柱天了。
在一柱天将会有一场恶战。不过我还是先来说一说健康城的事情吧。据我所知，赵天子把宋朝最精锐的部队调来守城。四太子果然消息灵通啊！这健康城的上上下下全部是由岳飞的部队来防守，看来你们对我们早有防范呢。军师这话就严重了。皇上早有话，杜帅全权负责健康防务，岳飞那些将领不过是杜帅手中的卒子罢了。皇上请金皇帝和四太子放心，我大宋为保安宁，偃旗息鼓，愿向大金称臣。话虽这么说，难道皇上就没有什么口谕吗？这是什么？大宋皇帝亲书，请务必呈与四太子。太子，同一盘棋和不同的对手下，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低者只能看2、3步棋，而高者顾大局，谋大事，不以一子一地的得失为重。而低者呢，则寸土必争，虽费尽心力，却最终还是难逃惨败。四太子，我刚从健康回来。等等，这下棋就如同行军打仗，借势而上，出奇制胜，才是制胜的法宝。将军，四太子，您输了。太子，您输了，输了。这已经是你第3次回棋了，岂有此理！我要多回一次棋，不行吗？下棋非同儿戏，每一步棋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。一时的冲动，落错一步棋便会遭来满盘皆输。四太子，你要牢牢切记，这落子可无悔呀！无悔？你这是骗小孩子的把戏吧？我堂堂大金四太子，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一个小小的棋子我都悔不得。我玩不过你，不玩了。如果是在战场上，你也那么冲动的话，那你摔下的可就是千千万万的兵马。你连这几个小小的棋子都把握不好，怎么能去指挥那些千军万马？以你今时今世的所为，你也只能是个军而不是个将。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会领军打仗吗？你太心急了。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这下棋的道理还需要你慢慢体会才是。来，你先把这些棋子捡起来，我们再来一局。宇文虚中，你太不把我金兀术放在眼里了。这有些人下棋落子如飞，却忙中出错；有些人下棋考虑过甚，最后弄得捉襟见肘；还有些人下棋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认输，伺机而动，峰回路转；再有些人下棋稍见情势不妙，就丢兵弃甲，弃子投降。四太子，
你是哪一种人，你下的是哪一种棋，可全凭你最后一念。大胆！在我堂堂金庭之上，岂容你一个宋人大放厥词？把他拉进去！等等，宇文虚中，我们再杀一盘。哈密赤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这里有高宗书信一封。念。大金皇子元帅，大宋皇帝致书元帅，前者遣使奉书，想必已经呈上，微迫之恳，恳请四太子怜悯。以四太子之大德，必以今宋和好为重。谅解朕之一时失察，勿听小人谗言，以致招惹此等兵信。现守则无人，分则无地，朕抚育不定，深忧惹出事端，致使举国军民不能奉承四太子之大德，故拜上指挥之权，愿削去旧号，使天地之间皆大金，且无有二上。敢望四太子发扬恩德，对朕加以存全。所有预约事务，必一一谨记听从，便当歃血灼盟，传之万世，其为大恩。何以封此？其函应后，万恳求，哀请命。大宋皇帝赵构。该你白子了。四太子，你真的觉得这是大宋皇帝亲笔写的吗？你告诉我，下棋的时候要身心相合，不能心有旁骛，不然一子走误，满盘皆输啊！四太子，将军。宇文虚中特来向四太子请罪。宇文虚中，你今天的话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望太子恕罪。你们汉人不是常说“忠言逆耳”，今日听来，岂止是逆耳，简直就是逆心。可是我仔细想了想你说的话，没有一句话不是暗含深意，振聋发聩。宇文虚中，谢谢你敢对我说这些话，一字一句我都记在心里了。四太子能如此体谅我的一番苦心，我宇文虚中万死不辞。你们宋人能做到的，我金兀术也能做到。四太子，自古有勇而无谋，难得天下；有谋无义，难得民心呐。隋炀帝为何亡国？就是因为他骄奢淫纵，图一时之欲，而李世民却处处怜惜百姓，对待前朝的官吏也不为难，愿意留下的可以继续为官，而不愿意侍奉新朝的便可告老还乡。所以隋朝将领对李家心存感激，衷心拥护，齐心辅助，共图盛世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贪胜只能失天下。这深奥的道理，却蕴含在这小小的棋盘之上。
汉人的智慧果然非同凡响。既然有前朝的先例可以效仿，你为何还要执意攻打建康？如今南宋刚刚平定叛乱，赵构一心苟安。你听听他那封信，哪有大朝君王之威？此时他正在休养生息，疏于防范。而我们大金兵强马壮，又有里应外合之力，一举攻下建康，岂不事半功倍？高宗已经派岳飞去镇守建康，更有韩世忠等大将在扬州做策应，足见其有防备之心。此时万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陷入深潭不能自拔。你是不是又要跟我说那套以德服人的老话？德乃社稷之根本，高宗议和之心，你何苦要煽动兵戈，涂炭生灵？你记住，我学习汉文化，有你这样的汉人，可是我的骨子里流的血永远不会改变。在我金兀术看来，从来没有什么议和求安之理。天下万物众生只能为我征服，你也一样。哼！杜帅，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货都已上船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今夜就可以撤走。好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要有半点疏漏。明白。报，岳将军求见。传。是。杜帅，那我先退下。见过杜帅。你可收到军报？收到。末将这是为此而来。先人已攻至一柱天，如果从一柱天渡江，那用不了几日便可到达建康。敌强我弱，到时候守住建康恐非易事啊。末将认为，金人南下势如破竹，只是因为我军守兵军心涣散，逃的逃，躲的躲。少有人顽强抵抗，只要将军肯派兵，我们守住一柱天这个天险，金人未必能攻到建康。与其日后困守孤城，不如拒敌于江北之外。好啊，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。一柱天地处天险，易守难攻，如果守在这里，便可将金人挡在江北。岳飞愿当此任。你虽陆战英勇，但你的水战经验尚浅呐。岳飞愿立下军令状，只要放过一个金人过江，甘当军法处置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岳将军壮志可嘉，令人欣慰啊。但征战之事，非但关乎个人生死，而且关乎社稷存亡，不可全凭义气啊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在大宋，若论擅长水战，当属韩将军为魁首。要是能够请到他来相助的话，那胜算就会大增。我想，你与他私交甚好，这次就辛苦一趟，去请韩将军来支援。军情危急，请务必将韩将军请到。末将遵命。你们说这大哥怎么样？大哥，那个姓杜的，是不是又打算开溜了？不，他说要迎战金人，还要我去向韩将军调些兵马。哦，这倒是新鲜事，没听说他要应战呢。这是他给我的。依大哥看，这里头是否另有阴谋？一定有蹊跷，但是不知他打的是什么算盘。哎，大哥，调兵这事儿啊，我得跟你去，我怕他在路上施什么埋伏，害你性命啊。那倒不会，就他手下这些人，哪有什么本事取我的性命？这一趟
我一定要去。王贵，大哥，福庆，哎，你们留在健康，派人去留守府打探一下。是。张宪、刘考，你们跟我走。是。官人，我们本来在五国城已经过得挺好的，现在回来又得跟着皇上逃来逃去，何苦呢？不如等四太子大军一到，我们就出去迎接吧。时机还未到。还没到。都说我们是经营奸细，等皇上有一天走投无路了，他临死也得拉个垫背的。到时候还不得拿你开刀啊！唉，我也知道，不跟着皇上跑那当然是好，可是我们要去大金，也得想一个妥当的理由啊。万一哪天皇上站住脚跟了，我们也好有一个退路啊。你也不希望我们今后回到大金之后还住他们那些帐篷吧？我也才想。不过找什么妥当理由呢？你可知皇上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皇上最想让金人退兵啊。没错，皇上他既想退兵，可又不相信大宋的将士能打得过那些金人，该怎么办？议和。若皇上能派我去议和，我们就再也不用跟着皇上跑来跑去了。当日绝黄河，你们上奏折，说是能阻截金人，至少拦他们1年半载，因此还牺牲了那么多百姓的性命。如今不到数月，健康就告急了，你们有何话说？秦桧，你不是一向有主意吗？今天怎么不说了？啊！启奏皇上，金人对我们大宋疆土可谓是志在必得。河岸决堤，黄河两岸民众受灾严重，民心军心都很涣散。现在金人南下的攻势有增无减，所以健康告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这是情理之中啊！说的有道理有什么用？朕要的是有效的办法。皇上请息怒。如今韩将军还有杜将军的大军都在左近，暂时应该不会失守的。严冬已过，大地回春，南方湿润的气候不利于金人南进。就算继续南进，他们的进攻也会减缓。以微臣之见，不如来一个缓兵之计，跟金人议和。议和？对，这样一来可以拖延金人南下进攻的步伐，二来可暂保一时平安。这个办法虽然甚好，但是出使大金危险重重，谁愿意去办啊？这前往大金一路艰险的，若皇上信任，微臣愿意担此重任。
爱卿这么说，朕就放心了。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微臣领旨。将军，你身上的伤疤真是越来越多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疆场杀敌，没点伤疤，那才奇怪呢。这次还好，只是伤到手臂。若是伤到要害的地方，那就……我命大，死不了。连算命的都说了，我能陪你到99。红玉啊，有了你，有了燕儿，我会小心的。报，将军，岳飞求见。快行。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兄弟，好久不见了。见过韩将军。见过韩将军。韩将军，你受伤了？啊，小伤罢了，何足挂齿。请。昨天啊，和他们铁甲军遇上了，他们铁甲军还真厉害啊。我韩家军损失惨重啊。末将近日正在研究破铁浮屠之法，到时候一定与韩将军互通有无。太好了。虽然我不能跟铁浮屠硬碰硬，但是打流水仗是我的强项。我打算在这里屯兵，等到金人南下不成北撤之时，我在这儿阻截他们。好，到时候如果需要岳飞接应的话，请尽管说。韩将军，岳飞此次前来是向韩将军借调兵马。杜帅书信。韩将军，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欺啊！况且建康是江南的门户，一旦这门户没了，整个江南可就没了。建康告急，杜充不但不逃，还要邀我共同抗金。这个时候又让你借调兵马，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啊！什么调虎离山？兄弟，你还看不出来杜充的为人吗？金人想攻打建康最大的障碍，就是你岳家军呢。这个时候，让你到我这儿借调兵马，分明就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想让金人趁机入城啊！他娃儿的，原来如此！什么狗屁杜充啊，简直就是毒虫嘛！多谢韩将军提醒，看来岳飞得尽快赶回建康了。人人都知道岳飞用兵一向是以多变著称，其实论谋略，还是不能与杜帅您相抗衡啊！哼，这小子冥顽不灵啊！金人一旦攻进来，我怕他负隅顽抗，到时候会死伤多少无辜的百姓啊！我这可是善举啊！是。杜帅一向以百姓的安危为首要。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今晚寅时动身。是。王将军、杨将军已探得杜将军今夜寅时准备出城离开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哼，他娃儿的，老子就知道这个姓杜的改不了脾性。怎么办？现在岳大哥正在赶回的路上，如今看来，我们也只能尽量的先拖住他。
这个好。停！去看一下。这。守城的是哪部分呢？王将军，我们得到军情，说这几日可能会有金人来攻打，所以岳将军特意派我来，加强守卫。知道了，都给我精神点儿！督帅，城门上全是人。传我的命令，让他们撤下。是。督帅有令，叫你们立即撤下，违者军法处置。王将军，我们是奉了岳将军的命令才在这镇守的，就算是要撤，也还是等岳将军的命令撤，比较稳妥吧？你好大的胆！叫你们立即撤下！哼！再不撤，我砍了你的脑袋，你信吗？你敢！王将军息怒！王将军，王将军息怒！王贵，原来你也在此守卫。刀剑无眼，应该用来对付金人才对。把枪都放下吧！我是奉差听令，叫你们立即撤下。王将军，前方军情告急，加强守卫是情理之事，不知杜帅为何不守反撤？我刚才说了，我是奉差行事，你若不信，何不去杜将军那里申诉？王将军言重了。来人，在。传令下去，全体守军撤下。是，王贵。